当林婉儿的背影在一座山顶消失的时候，叶晨的意识也瞬间从滇南深处的大山迅速回到了现实。当他睁开眼的那一刻，他彻底相信了林婉儿的话，相信这个女孩子从300年前活到了现在。而这一刻，他也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林婉儿很不简单，却又始终参不透哪里有问题。他17、18岁便精通赖清华100岁都未能学会的禁神卦，他17、18岁被破清会一路追杀，若破清会追杀他5年，那岂不是从他12岁他就要开始与破清会斗智斗勇？同样17、18岁的他，竟能在北欧一别之后没多久，便诡异地出现在金陵，出现在自己面前。世间怎会有这种巧合？而这个看起来17、18岁的少女，能将水墨山水画得出神入化，那画工几乎能秒杀历史上任何一位画家。而自从他说出隐情的那一刻，这些疑问都瞬间有了合理的解释。就拿绘画的功底来说，他有300多年的时间去理解绘画，这本就不是其他画家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算卦亦是如此，赖清华不过100岁，林婉儿300多岁，其中差距不言而喻。同时，叶晨也发现，眼前的林婉儿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不知为何，现在的她举手投足间，让叶晨忽然有了一种秀色眼睛骨和花羞玉颜的感觉。而她那一句华夏古代女子用以自称的奴家，更是让叶晨觉得林婉儿就像一只躺在地上露出柔软腹部的小猫，一下子将自己最大的秘密和弱点都暴露在自己面前。林婉儿见叶晨此时还未能从极度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便一脸歉意地说道：“还请公子恕罪，奴家并非有意惊吓公子，只是公子问到了，奴家不敢撒谎，所以只能说出实情。”他微微定了定神，看着林婉儿，一字一句地问道：“你是从300多年前穿越而来，还是从300多年前一直活到了今天？”林婉儿答道：“回公子，奴家一直活到了今天。”叶晨震撼不已，喃喃道：“300年前，你在滇南看着那棵茶树渡劫，那你今年多大了？”林婉儿认真道：“回公子，奴家生于南明隆武2年，也是打鲁清廷的顺治3年。公历的1646年。”叶晨大脑一阵眩晕，按这个年纪来看，林婉儿算得上是自己的祖宗级，叶家族谱有记载的时间都未必能早过他。于是叶晨惊呼道：“1646年，那你……哦不，那您现在岂不是将近400岁了？”林婉儿扑哧一笑，双手相叠放于一侧腰际，向叶晨微微作揖，恭敬地说道：“公子不必称奴家为您，叫奴家婉儿便好。”“不是。”叶晨非常认真地说道，“您都快400岁了，我就是叫您一声老祖宗也不为过。”林婉儿莞尔一笑，认真道：“在奴家看来，奴家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女孩子，并非一个老不死的老妖婆。虽然奴家确实活了将近400年，但奴家依旧还是17岁。”叶晨一下陷入尴尬，他内心里2个声音此时正在激烈的吵架。一个声音说：“他说的没错啊，她虽然活了将近400年，但她一直是个17、18岁的小姑娘啊。”另一个声音则说：“可她毕竟快400岁了啊，400岁什么概念啊？你叶晨叶大师今年还没到30呢。”叶晨生怕这种纠结误事，连忙甩甩脑袋，将这些念头通通抛去，而后又问林婉儿：“您字刚出口，他便明显看出林婉儿绝美的眉宇间闪过一丝闷闷不乐，于是连忙又改口道：“不是，我想说你。”林婉儿那一丝闷闷不乐顿时烟消云散，甜美一笑，羞赧地问道：“公子想说什么？奴家听着呢。”叶晨惊奇地问：“你怎么能做到活了400年都这么年轻的？你甚至看起来都不到18岁啊！就算一直服用回春丹，也不可能让你返老还童吧？”林婉儿连忙解释：“公子误会了，奴家并非返老还童，奴家只是从17岁那年开始，容貌与身体就已经是如今的模样，300多年来再没变老过。”叶晨更是震惊无比，他脱口问道：“
这怎么可能呢？你本身不精通灵气，就算精通灵气也做不到容颜永驻啊。林婉儿答道，公子既然精通修行，不知可曾听说过万古长青丹？叶晨摇摇头，没听说过。这丹药有什么功效？叶晨瞪大眼睛，真有这么神奇的丹药？叶晨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便见那灵位上写着8个大字，先复临主鲁之灵位。此时叶晨对林婉儿的话不再怀疑，他按捺住内心的惊骇，开口问道，你服用的那个万古长青丹是你父亲给你的吗？林婉儿再次回身看了一眼家父的灵位，开口道，是，万古长青丹是家父在临死前给奴家的。叶晨更是诧异，你父亲既然有万古长青丹，那他临死前为何不自己服下？服下不就不用死了吗？说着，叶晨又道，哦对了，请你还是尽量用我来自称吧，老是奴家的，我这个生在红旗下的现代人实在有些不适应。我慌忙将家父暂时安顿下来，家父便将一颗不知名的丹药给了我，让我什么都不要问，乖乖服下。我不知这丹药有何功效，但父命不可违，于是便将丹药服下。服过后，家父才告诉我是何丹药，有何功效。家父还说，如果有一种药会让一个父亲一直活下去，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慢慢变老，慢慢死去，那这种药便不是仙药，而是毒药。家父说他一定要死在我的前面才能瞑目，而我还年轻，也没有婚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所以我吃了万古长青丹后便可以好好活下去，一直活够500年。叶晨忽然想到什么，脱口道，你说你已经300多岁了，那你的孩子起步？林婉儿悠悠地白了叶晨一眼，嗔怒道，公子，奴家虽然活了300多年，但还是清清白白的姑娘家，从来不曾婚配，况且奴家这么多年一直被追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身份生活，怎么会有孩子？叶晨连忙一脸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我的错。林婉儿悠悠道，家父当初特地叮嘱过奴家，若是不想有太多羁绊，前400年务必孑然一身，不可婚配。叶晨好奇地问，为什么？林婉儿道，因为万古长青丹在前400年里不会让奴家长大变老，只有到了最后的100年才会让奴家在某个时间节点开始逐渐老去。前400年若是婚配，就必然要承受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逐渐老去直至死去的痛苦，而等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之后，奴家便能从17岁到18岁，再到28岁、38岁，然后再逐渐苍老。所以等那个时间节点到来的时候，奴家就可以去经历真正的人生了。叶晨理解地点了点头，让一个父母亲眼看着孩子老去，自己却青春永驻，这种感觉一定非常痛苦，所以林婉儿的父亲将万古长青丹给了他，并且交代他前400年不可婚配，是非常明智的决定。于是叶晨又问他，那你父亲后来怎么样了？林婉儿叹气道，家父当时伤势很重，又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疗伤的灵丹妙药，所以只能一直卧床休养，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若是时间足够，也并非不能痊愈。顿了顿，林婉儿神色哀伤地说道，只是当时家父说，伤他的人最快只需半月就能赶到滇南，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带着那枚戒指速速离家，以免对方找上来，但我又始终不肯弃他而去。说到这，林婉儿红着眼道，就在家父被戒指送回滇南的第7天，他趁我外出买药，留下一封书信后自断经脉而死。2行热泪滚滚而落，林婉儿连忙用衣袖拭去，哽咽道，我将家父下葬之后便离开家，开始了持续300多年的逃亡。叶晨惊呼道，你这300多年来一直在被追杀，被谁？破清会吗？林婉儿神情复杂地说道，其实破清会乃是家父在清军入关那年与他的结拜兄弟兼同窗好友吴飞扬共同创立的，他兄弟2人创立破清会，为的是驱逐鞑虏，反清复明。只是破清会在我父亲死后就彻底变了，与他的名字再无关系，追杀我的便是后来的破清会。
以及破清会后来的英主。叶晨脱口道：破清会后来的英主，难道就是那个吴飞扬？不是。林婉儿摇头道：破清会后来的英主是吴飞扬的妹妹吴飞燕。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